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的影片内容就是我终于完成了 Inktober 10月每日画画的挑战啦！怎么一直掉？我们假装一切都很好。如果你不知道 Inktober 是什么，然后对参加 Inktober 有兴趣的话，欢迎继续看下去哦。You're the drink, the capsule in the bottle.Hello， 大家，就换个场景，继续今天的影片内容。确切来说呢，我参加的这个画画挑战叫做 Peachtober， 它可以说是从 Inktober 演变出来的。Peachtober 其实就是 Peach 加 October 的结合，顾名思义呢，就是一个每年发生在10月的线上画画挑战。那这个挑战的创办人是 Furry Little Peach， 他是一位来自澳洲的插画家。每年10月之前，大概9月中的时候，他就会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公布一个 prompt list， 就是接下来31天每一天的画画题目。那想要参加的人呢，就是自己依照这个题目画一幅画，上传到网络上，然后 #Peachtober 就算是完成。再来呢，就是我使用到的画具有哪些。其实这个挑战非常简单，也很自由，它并没有规定你只能用什么样的工具。我这次使用的是不透明水彩，然后水溶性的彩色铅笔，再来就是 hot press 的水彩纸。那这次呢，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子每天画画的挑战，所以我给自己设定了3个规定。第一个就是我一定要在每天的12点之前上传我的作品，不管那一天画的满不满意，我都一定要上传。第二个规定呢，是不能使用数位媒材，因为我以前画画的时候大部分是在 iPad 上面作画，数位软体上画画可以很容易的回到上一步，或者按一个按钮就可以砍掉重练。那其实这样会养成我容易犹豫不决的一个作画习惯，我只能使用到水彩跟色铅笔，然后在纸上画画，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挑战帮助我改掉这个坏习惯。再来第3个就是我不可以上网去参考别人的作品。我以前就是只要画到我不熟悉的主题，我就会偷偷上网看别人怎么画。举例，像是我从来没画过长颈鹿好了，我可能就会先上网查 giraffe illustration， 然后去偷看别人怎么画长颈鹿。那其实这样是会限制我自己的创造力，所以这次的挑战就是我最多只能上网查参考的照片，但我不可以查别人的作品。好，就是有这3个规定。再来讲一下我的时间分配。那刚开始呢，我每一幅画大概会花3到4个小时，从发想到上色完成。后来找到自己的一个规律之后，我的个人规划是，我会每天早上在上班之前花半小时到1小时的时间先进行草稿的发想。我会看题目，然后用铅笔在我的笔记本上先打一些草稿。那理想的话就是能够在上班开始之前，我就会拥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发展的一个草稿。一下班，因为我在家上班，我就会立刻搬出我的水彩用具，然后拿出我的水彩纸，把早上想好的那一个草稿就是誊到水彩纸上，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立刻进入上色的部分。后面呢2个礼拜，我大概每一幅画就是花最多2个小时可以完成。这个画画速度变快这件事，其实也对我自己在画画上面增加了很大的一些自信。好，前置作业完成，那我们就开始进入31天的画的 flip through 吧。第一幅画是这个 cave， 那时候因为还没有什么规划，所以我就是画在我的 Moleskine 的水彩素描本里。那这个画的内容就是去年跟阿泽一起去羚羊谷玩的时候的一个照片。那从第1天结束之后呢，我就想说好，需要一点规划，然后就开始了在我的这个明信片大小的水彩纸上作画。这是第2天，这个是蒲公英。那时候我是在看一本书，在讲这个自然学家的故事，然后我就想说把它当作灵感，画成这个他在自家后院看着蒲公英的一个小画面。这一天的题目是牛仔，但是我把牛仔的元素藏得很小，是在这个西部牛仔靴上面。再来是 tiger， 这是我第一次画老虎，从来没画过。那我就是刚好前1天吃了奇多，那我在想奇多的公仔是奇多豹，然后我就在想如果老虎吃着奇多是什么一个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半夜摸到厨房里偷吃奇多的老虎。那这幅就是一个后来我有作弊的一幅画，这幅老虎获得了蛮多的赞，然后我就突然自信心爆棚，然后到这一幅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把这个紫色上去，这个紫色一上上去之后就变得有点凄惨。再来这个呢，这一幅的灵感是来自于娃娃，
他的 Instagram 上面有一幅他在骑脚踏车的照片，然后我觉得那个树跟光影很可爱，所以我就画下来了。那我真正作弊的就真的只有这2幅，这2幅是我有用 iPad 去修正细节的。后来我就跟自己说不可以再作弊了。在这幅画草稿的时候，我觉得颜色搭配的很好看，但不太知道为什么，可能我在运用这个水彩跟色铅笔的方式上还没有很熟练，然后就不太会做这些色彩叠加，然后效果就有点差强人意。在这一天呢，我觉得我画的是我姐，因为我姐很喜欢粉红色。那这一天我就是想要制造一点那种手绘的潦草凌乱的感觉，所以我记得我好像这一张没有什么打铅笔稿，就是直接画上去了。那就是我刻意的练习用一些不同的线条，这里有这个格子的，然后这里有水波纹，然后再来横向的木纹。那这些洋装啊、椅子啊都有不同的纹路，这样这是一幅实验。那这一幅的题目是 Boulder， 我很喜欢这一幅，可能因为他穿的衣服也是我平常会穿的衣服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头发制造的这个圈圈的线条感，然后这整个这样子至中，然后还有云的这个形状我也很喜欢，所以这幅算是我前面几张满意的。再来这一题是 Lantern， 然后我想到的是好几年前跟男朋友一起去放天灯。那本来我是想画就是台湾会有的那种天灯，可是后来为了颜色跟效果改成这种西方的灯笼。然后我很喜欢这张的效果，是因为我背景就只使用单色的这种灰色调跟一点暗暗的蓝色，那我发现这样反而会让中间人物效果比较明显，所以这张也蛮满意的。再来这一张的题目是 field， 然后我记得这一天我要搭飞机从南加州到北加州，所以其实蛮赶的，就是我是在飞机上画好了草稿。那我这幅画的灵感是来自于 One Day 这部电影，就是安海瑟薇跟 Dexter 他们一起爬完山下山的画面。那这一张呢，上色效果也是有点差强人意，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画这种草原的画面，所以就当做是一个实验吧。然后这一张的题目是 Lava， 那我想到的是小时候我跟我哥很常在家里玩那种，就是地板是岩浆，然后我们不可以踩到地板的那种小游戏。那我就是把这个想象画出来，就是小时候的我跟我哥，然后想象我们被就是火山包围，然后只能踩在我们家的沙发上面是安全的。这题是 Mouse， 那我画的就是一个假扮成小老鼠的小男孩跟他姐姐在家里玩的样子。那这幅比较特别的是我尝试在背景上做渲染，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背景的颜色是比较丰富的。那对，就也是一个实验。接下来这一幅的题目是 Town， 那我画的是我7年前在法国交换学生的小镇，叫做特鲁瓦。那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购物街，所以我画的是我自己。那这幅的题目是 Shell， 我画的是小时候跟我哥一起去海边，然后他常常都会有很多玩的游戏，然后我都跟不上他。就像这里这个小男生已经拿了一个那种贝壳，是他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的，可是这个小女生就拿错贝壳了，她拿的那种就是那个回音不够的，所以她什么都听不到。这幅画我蛮喜欢的部分是这个海面上的反光，还有天上的云。那这个云的部分我是用麦克笔画出来的。这幅很特别的是有被放在 Peachtober 官方的 Instagram 账号上。这幅画的是 Trunk， 那这个灵感来源是缅甸在2次大战的时候，其实大象也有很多的功劳。那我想画的就是那时候他们每一只大象都会有一个他自己的管理员，然后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那我很喜欢我这只大象用的颜色，我觉得很可爱，这是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再来这一幅我非常喜欢，这幅画的是我去年跟阿泽一起去波特兰，然后我们因为外面雪下的太大，所以我们躲到一个咖啡店的那个时光。
那这幅画我画得很享受，因为就是让我发现我好像真的觉得很喜欢画这些很放松、很温馨的一些记忆。这幅数一数二不满意的，我来看看这幅的题目是什么。这幅题目是 wing， 就是翅膀。那我想的是，读很多的书就可以让你有力量，可以飞起来，然后降落在一个你想要的地方。但我觉得整个画面感就是没有呈现出那个距离感，然后颜色上也搭配的没有很好，所以这幅就这样吧。这幅是 boots。那我画的就是我去年买的马丁靴，之后所以我就是画了这幅我与马丁靴长期的矛盾心理。好，这幅是第2幅，我被那个 Fairy Little Peach 联络，然后也是有被放在 Peachtober 官方 Instagram 上的一幅画。我在上色的时候就觉得我把中间的角色画太小了，我可能应该要再放大一点了，但是因为已经时间来不及，然后画的也快完成了，所以我就硬着头皮把它画完。这幅的题目是 Spaceship， 我画的就是一个小男生，他对太空可能很有兴趣，然后他的哥哥因为很爱他，所以愿意陪他一起这样玩。就我画到后面开始发现我自己会开始帮里面的角色想一下他们的个性啊，他们的喜好，然后整个画面也会因为他的喜好而有一些搭配。然后这幅是什么？这幅是 Bun， 这幅我很喜欢。那画这个的这一天其实就是我在北加州，然后我姐带我跟我一个朋友一起去吃饮茶，的灵感来源就是这个晚餐吃的饮茶。我很喜欢这个桌面的颜色质感，就是你看得出来它是水彩，然后有一点点深浅的不同，这个是我很喜欢的点。好，这幅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台湾的1000元大钞，那我一直都是觉得这张照片很可爱，然后这次就把它画出来。那这个其实我有画了第2遍，这是它原本我第1张画的样子，就是那时候上色上的太深了，然后我就重来换了一个蓝色。那时候就差点赶不上12点，但是好险还是完成了。在这幅我蛮喜欢的，这一幅的题目是 Sprout， 就是发芽。那我画了一个超大的盆栽，还有一个超大的芽，就小男生在陪他的妈妈种植物，然后就问很多问题。那这一幅是 Castle， 我画的是我自己心目中我会想要住的 Castle， 就是我很喜欢小小的空间里面塞满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这只兔子也是我自己现在拥有的一个娃娃。就是大家还记得吗？我前一张的没有背景的那幅画，就是让我非常不满意的这个。我总共31天里就只有这2张是没有背景的，可是这张就非常的失败。但是这张我觉得非常满意。再来这个是 Robot， 那我画的是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叫做 Clara and the Sun， 然后它就是在讲机器人可以跟人类变成最好的朋友。那我想象的就是这个小男生跟他的机器人好朋友一起去了森林里，但是他的机器人就被吓歪了，被大自然吓歪了的这个刹那。在这个跟隔天的话是连贯的，因为这一题是 land， 那隔天的是 sea， 大地之神在这个草原上睡着午觉，然后海洋女神在海岸边听着海风。颜色搭配上，我觉得我那个黄色加上去之后就有点毁了这个画面，但对，就这样。这个的题目是 plant， 那时候10月底也快要到那个万圣节了。这个概念我已经发想好几遍了，就是我大概2周前就已经在想这样的东西，就觉得一个植物被剪成鬼的样子好像蛮可爱的。那我现在这个画的就是一个鬼鬼自己帮自己剪出一个分身，然后他很认真在照顾他的小植物，就是一个符合万圣节主题的画。这个是金鱼，那我画的灵感来源是我以前听到的一个 podcast， 就是有一个女生有一天早上在游泳的时候遇到了一只走失的小金鱼，然后她陪她游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小金鱼的妈妈终于来把她接走了。
那这也是我第一次画金鱼，我想画的就是这个金鱼从水里探出头来，然后跟这个女生有点互动，但是效果没有做出来。然后再来呢，这个就是小男生跟他的狗，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已经快到万圣节了，我就画了很多这些秋天的感觉啊，然后南瓜。最后一张，这一张很好笑，这一张画的时候就是我刚跟我姐一起在我们的社区里，就是给那些附近的小朋友 trick or treat 玩，然后这一幅的题目是 sleepy， 所以我画的真的就是我们 trick or treat 完，我在我家门口抱着那些糖快睡着了，然后我姐还精神奕奕的看着社区的样子。用一点小数据来统计这31天的成就，我总共画了43个不一样的人类，还有6种从来没画过的动物。OK， 最后就是我到底经过这31天学到了什么？简单归纳出3个点。第一个就是呢，害怕下笔的话就多画几遍。好，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像废话，但是呢，我在这个 Peachtober 挑战刚开始时，我真的看到这一张空白的水彩纸，就算它只是明信片大小，我都怕得要命，我真的手会抖，然后流手汗这样。那我刚开始就又偷懒，我就会在这水彩纸上就打草稿，然后就开始涂涂抹抹，很快这张纸就已经被我磨坏了。那后来我终于意识到，就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既然我没办法一次 perfect， 那不如我们就先在别的地方练好功，再回来画这个正稿。我后来就会先拿我的草稿笔记本，我会先从画一个非常小的简单的草稿，那才开始越画越大。等我确定我有把握了，我再移到我的水彩纸上画画。第二点呢，就是要敞开心胸，拥抱我自己的喜好。因为像我以前很常在 Instagram 或 Pinterest 上面看别人的插画作品，这很容易让我会想要跟风，就可能现在流行的是画动态的人像，我就会觉得好，我也要去把动态人像画好。或者现在流行画静物画，我就觉得好，我也要画就是静物画。久而久之，就让我忘记我自己当初想要画画到底是为了什么。由于每一天要画一幅画，其实准备的时间也很短，这样子反而帮助我不会去找外界的灵感，而是大部分都是从我自己的记忆开始。这些童趣的画画元素也代表了我自己的画画风格。那这个挑战就是提醒了我，我不需要去跟风，我其实就是可以跟随我的内心画出我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发现喜欢的东西就是要付诸行动去追求。做这个挑战以前，我其实对自己的插画啊什么是不太有自信的，很容易眼高手低。可能想要参加一个比赛，但是我最后画不出来，那这样又反过来打击我自己的自信心，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没有自信。那透过这1个月不断的画，而且控制我自己不要去看外界的声音，其实帮助我增长回我那些自信，然后让我知道我真的只是要不断的画，只是要付诸那个行动，其实就可以有所回报。好，我知道以上3点听起来都很像心灵鸡汤，没错，但是呢，这些真的都是我这个月付诸行动以后再次被提醒的一些观念吧。画家马蒂斯有一个名言，就是非常鼓舞我，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Don't try to be original, be simple, be good technically, and if there is something in you, it will come out。就是也希望可以借此鼓励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有热情然后喜欢的事，付诸行动去追求，不需要去想结果，然后只要享受那个过程就可以了。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知道你已经在电脑前面坐很久了，非常感谢你坚持看到这里。希望以上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问题，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的插画账号找我聊天。如果有任何的反馈，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鼓励，所以我真的会很开心看到你们来跟我聊天。大概就这样吧。好啦，今天也讲得够久了，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吧，拜拜。